香港。不是我们，是我。我要上班。原本他是要带着弟弟一起去香港，然后找小柯嘛。我突然发现台风是你的问题耶。我也觉得。对你去哪里都会有台风哎，因为香港现在大风大雨，因为小柯已经买机票了，所以呢总不可能抛下他，不行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好，那就变成说。让弟弟留在台湾，你就当做是跟姐妹出游啊，这样也很好啊。也是我第一次独自搭飞机。抛家弃子出国旅游的小詹，拜拜。我老公真的很浪漫，他说因为怕台风天可能会待在飞机上比较久，所以他帮我订了商务舱。太浪漫了吧！谢谢老公。我们现在要搭机场快线。然后我们再转地铁到旺角。我们刚刚在台湾的时候，我有先下载了八达通的 Tourist， 然后它的话是可以直接绑定 Apple Pay 的，所以等一下我们搭机场快线还有地铁都可以使用这个八达通的交通卡。所以我现在只要用手机就可以直接逼进站，超方便的。其实真的很方便，直接搭它的机场快线就可以到。我们终于到香港的希尔顿花园酒店了，我真的很棒哎！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搭飞机。首先一进来浴室，它的浴室其实真的很小，然后它不是免治马桶哦，竟然是没有浴缸的哎！哇哦，好惊讶哦！它这边有一大面镜子，它就是门哎。哦，蛮特别的，它不浪费空间哦。一进来我真的吓到哎，真的就是这么小，登机箱就已经有一点紧绷了。这边的道路根本就没有那么大，这边也有一个可以放行李的台子，然后这边就是小吧台，它有附这个水，冰箱没有东西，这是3天2夜，因为我们今天算是半夜才到，所以呢，我们这样算起来是实待1天半。这次住希尔顿花园2天，总共是2300，然后有含早餐，然后可以晚退房。我现在在饭店耍废休息，然后等小柯来。小柯一下飞机，第一站我们就先来直奔了24小时的家鸡餐厅，它就是一般的港式小点啦。来香港一定要吃干炒牛河，这个是辣子鸡。辣子鸡。我觉得刚刚那家没有好吃，它没有达到我对港式的那个期待，但没关系，我们还有1天半，我们来跟大家说晚安吧。我们明天要去你最爱的迪士尼了，我要回老家了，我快乐老家。好，恭喜你哦，小公主要回家啦。大家晚安，晚安。早餐好啊！我们今天临时决定，我们不要去迪士尼，有临时动议啊。对，因为呢，现在外面下雨，然后小柯妥协，他跟自己妥协，我我没有逼他。我们现在来吃早餐，我看这边的早餐很简单嘞，比我想象中的希尔顿还要简单。2区、3区，对，它其实就是一目了然，它没有那种很皮花的那种摆设，它好 local。刚刚在 IG 上面看到星巴克有卖库洛米系列的产品，21号开卖哦，现在22号，结果架上只剩下这个哎，你看这一区都是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干嘛？星巴克一日游，没错，走遍香港星巴克，我买到识别证带，究竟我们买不买得到呢？第2间进步了，现在有2个了，恭喜你！第3间全部都有3件。我现在跟着小柯的脚步来到中环，没错，他今天预计要走3万步。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小柯说想要去吃的米线，然后我们顺便等一下可以买一下柠檬王。现在大家都说柠檬王是观光客在买的，但是怎么样？因为我真的就是观光客。我们的保姆婆婆也说她想要吃柠檬王，这一定是使命必达的吧？毕竟婆婆在家里辛苦照顾小李，这是圣旨哎，圣旨。现在小柯带我来吃的就是这家永记养生鸡汤米线。它这边就是一些各种口味的米线，哇哦，看起来很温暖哎。对啊，小柯点的是养羊花椒鸡米线，它就真的就是很浓，对不对？很浓的鸡汤味。然后我的是黄酒药膳鸡米线，哇，它的酒味很浓哎。它没有闻的那么的浓郁，它是好喝的鸡汤，有点像是那个喜宴会喝到的鸡汤。它闻起来酒味很浓，但是它喝起来它是甜甜的，它的米线是软的，它的鸡肉蛮 Q 弹的，而且小朋友也会喜欢吃这种。还是不忘自己是亲子系的。吃完米线的旁边真的就是柠檬王，各式各样的柠檬，然后还有话梅、
水蜜桃。我已经把婆婆要的柠檬王准备好了，谢谢婆婆。我们买太少，再多买一点。如果你们今天要来买柠檬王的话，我们就可以顺便来吃。建议12点之前，因为刚刚一堆人在排队，我们怀疑那个是上班族。没错，我们现在来中环街市，就很像复合式商场，有吃的啊，有用的啊。这家店蛮特别的，它就是有一些小物，然后你可以去里面挖宝。这也太可爱了吧！这个是一个糖果袋子，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夹链袋。这里还有一些酒的夹链袋，像这个，你看，它其实就会做成这种小袋子。这边真的就是一个复合式的小店，很像西门町的万年大楼。这里就是你吃完饭然后可以来逛逛的地方。需要，我们刚才真吃很饱。对，又或者是因为下雨天，你也可以过来这边逛逛。因为它有遮的，而且重点是有冷气。对，夏天的话也很友善。今天的第3间星巴克，小柯又来看看有没有了，完全共估。谢谢。我们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星巴克晚上10点关门吧。这边什么不多，星巴克真的是蛮多的，真的是蛮多的。第4间星巴克，我们后面第3、第4间直接摆车都直接把它撤掉了。接下来我们来到佐敦的家家甜品，现在大概2点多是不用排队的，你懂吗？你懂这家的杨枝甘露吗？而且它还会加西柚，好好吃哦。哦，芝麻汤圆1碗芝麻汤圆8块钱。小柯说不贵，但是可以原谅，因为很好吃。接下来我们来到深水埗。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边在卖什么东西。蛮多人都说这里是 CCD 相机的天堂，因为我有看到网络上有说，这边的话就是蛮多大排档，也还蛮有名的。因为小柯他是非常喜欢安排行程的人，然后他会想要把事情都规划好，只是需要一个知道每个时间点要干嘛。就像今天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要去迪士尼，我已经把它排说，哦，我们第1站要去哪里，然后第2站要去干嘛，然后去哪里拍照，然后哪边要玩什么。我现在干嘛？我现在在深水埗。因为我跟你讲，你就遇到了我这个批人，你就是完全被我带坏了。不知道被小柯带来了这个是什么地方？西九楼中心这边感觉是一个商城吗？然后卖吃的东西。环球美食巡礼，它这边有很多家不一样的美食餐厅。它这边真的很大，它这边就有到8楼然后最上面那个是游戏城吗？我记得那是废弃的游戏城。这边真的什么都有卖好像西门町的感觉。小工具弥补我没有去迪士尼的梦吗？我还好，我老公已经把我宠得像小公主了。我们现在来到同一栋楼的9楼，这里真的是有云霄飞车的它写天龙过山车。9楼也是无止境的夹娃娃机，然后还有一些游戏机。这真的是云霄飞车好帅哦！而且它还蛮有模有样的它是整个这样子绕一圈它是神奇又可怕。对，你敢玩吗？我不敢啊，我也不敢玩。我们刚查了一下深水埗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名的大排档，我们查了一下，发现艾文森这一家好像蛮有名的，虽然它的评价不高，但是听说它是黄仁勋蛮喜欢的一个餐厅。师傅直接在这个路边这样子炒菜，我远远的就有闻到它的锅香味，蛮厉害的，超猛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位置，这不就是香港最有名的吗？就这样子，这样子给它冲一下，没错。现在其实都直接用 QR code 点餐了。哇，避风塘，我觉得我们可以吃避风塘虾子，对不对？对，要。他刚才说这里很多人点，这边有点到我最想吃的菜系。我们的菜上来了，它的分量比想象中的大太多了。太多。这个是黑椒薯仔牛柳粒，这是避风塘虎虾，然后这就是鱼香茄子，然后这是我很想吃的菜心，然后还有炸豆腐。很像在吃热炒。味道很重。就是很咸的。便当不加大概多少钱？好像蛮贵的，3000。差不多3000。我觉得还好如果这么多菜，因为它很大份，可以4个人来平分这一个。我觉得它蛮好吃的。它算是好吃，但是你说到非常的惊艳吗？我也觉得好像就是还好。但出乎我意料，它的肉是牙套友善，是软的，是嫩的。它有一些就是比较深一点，对，比较深，所以我咬的时候打开，咬不烂，那就是原来里面没有熟。我觉得避风塘虎虾它稍微需要把泥肠清掉，因为它的那个泥肠没有清得很干净，然后很沙，就是有一些吃得到土味、抠鼻。
他们这边叫做大排档，其实应该就算是热炒店。对，然后它是在路边的，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大家可以来吃吃看。我在尖沙咀的路上走着走着，突然间很想吃甜品。小柯找到了这间盐香，我的话一定就是杨枝甘露。这个杨枝甘露，你看它上面的那个柚子也给的很多。我先说佳佳比较好吃，我也是觉得佳佳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它让我有一种很腻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太大碗了。这种好像就是喝小碗一点的，我觉得就很刚好。这家的话，它是冷冻过后的芒果。建议吃2间不同店的某个东西，就会知道说你会喜欢是什么口味，这样比较公平。分享给大家，没错。早安，今天的开场就由美丽的泳池天台泳池来开场，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一堆的建筑物，但是如果今天是在晚上的话，就会变成很漂亮的夜景。我们来看看它的空中花园是长什么样子的。它只有开放6点到晚上的6点哦。哦，这个就是空中花园啦，它就是可以在这边散步啊，然后遛小孩的地方。这是我家的顶楼87发巷。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们来到莲香楼，感觉还是要吃一下港式的东西。这里人也太多了吧？大家应该都知道，香港就是拼桌文化，真的。我们就是来体验一下拼桌文化。这边有它的菜单，然后你可以先看一下，它上面都有写价格是多少，这边你就可以自己来点，真的好 local 哦。这里真的太挤了。然后我们点粉蒸排骨、凤爪、虾饺，还有奶黄包、萝卜糕，好挤。对，然后呢，有一种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点，对，也没人跟我们说怎么点，对，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对，一问三不知，也没有人要帮助我们，我感觉非常的无助。对，环境比较挤之外，我觉得东西的话就是中间水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有一道香煎虾肠，我觉得它的那个调味蛮特别，它还有加花生，对，它有加花生酱，然后还有酱油，然后粉肠，然后拿去煎，好吃。它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古早味的蛋饼。粉浆蛋饼，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有熄灯过就它有关闭过，然后后面的时候它再另外再找选址，然后来开莲香楼。他不只是要吃啊，他也在认真。走着走着，我们突然间看到我们一直很想要吃的谭仔三哥米线。它的菜单长这样，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样的食材，然后你要吃什么米线呢，还是你要吃什么油面啊，这些都可以自己选择，然后再选汤底还有辣度。哇，大约等了20分钟，我们的坛子米线终于来啦！我们这次是点酸辣口味的，因为它的料给的还蛮实在的，将近60块。哦，它真的有酸辣哎。但汤头其实蛮好吃的啦。我们没有特别选说它要软的还是硬的，然后所以对我们来说刚好。我觉得整体吃起来不错，中规中矩，是好吃的面。如果问我说跟昨天的比，我会喜欢吃昨天的永记养生米线。因为我觉得酸辣的汤头，我在台湾也可以吃得到。永记养生米线这种花雕鸡米线，昨天让我觉得比较惊艳，对，比较惊艳。尤其昨天的鸡肉真的让我很意外的嫩。咻的一下，我们来到尖沙咀，现在就是买伴手礼的时候了。因为尖沙咀这边其实该买的都可以买到，像是曲奇饼干，尖沙咀这边也有，然后蛋挞这边也有。然后等一下我们还会去买蝴蝶酥。在出发来香港之前呢，我们已经有先上网预约了妓院的蝴蝶酥。它这边的蝴蝶酥很有名哦，我在网络上看到它一盒蝴蝶酥，它是用铁盒装的，要910几元。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再来告诉大家到底值不值得买。在现场也有一些现货可以直接买，蛮多的，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贵。有始有终，没错，第5站了，告读。好的，谢谢。真是谢谢星巴克。我们的星巴克学旅结束，到此结束。现在人已经在香港机场等飞机了。总结一下，我觉得香港的话，真的就是适合吃吃喝喝。下雨天其实不管去哪边都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我们在找雨天备案的时候，有看到蛮多亲子景点的。我觉得下次可以带小小李过来一起玩。第一次跟姐妹这样只有2人世界，其实还蛮新奇的。但是吃东西的时间其实也很快就过去了。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好累哦，大家拜拜。真的是这一趟我们最期待的伴手礼，怎么样？真的很好吃哎！哇！